到底是998。迅速飞过一只不明生物。西元2009年8月的一个夜晚，我无意间路过了这里。小伙伴们告诉我，这个地方叫做爱情公寓。从那一刻起，我的爱情开始了。之后，这个缠绵而疯狂的故事居然依旧没完没了。自从婉瑜离开以后，你的心就没定过。婉瑜有了新的生活，现在这就是我想做的。曾小贤有没有喜欢的女孩子？没错，我就是喜欢曾小贤，你养我呀！彪悍的人生，还需要我跟你解释吗？如果哪天你真的把孩子生下来，我会负责。北京，北京！我也爱你，一菲。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你的月亮我的心》特别节目。好领导就是我，我就是 Lisa 荣。很荣幸的告诉大家，今天的节目破例由我来为大家主持。别误会，作为领导，我是绝对不可能给曾小贤这种基层员工代班主持的。但作为《爱情公寓》的一份子，也作为一名专业的广播节目主持人，我欣然接受了《爱情公寓》全体主创的委托，并且带齐了普通话1级甲等证书、主持人上岗证以及全套职业生涯获奖荣誉证书。满怀着一腔鸡血和满腔溃疡，为大家奉上一期高端洋气的专业广播节目，也让之前那个低端小众路边摊的午夜凶铃接线员见识见识神马叫做专业。昨天《爱情公寓》第4季的狂欢已经进入了尾声。好消息是，故事压根就没有讲完，看到没有？网上流传的最终季根本就是浮云。坏消息是，为毛结局又是一个巨大的坑。主创们是不挖坑会死星人吗？好在《爱情公寓》的观众都是有素质的，经过前3季的洗礼，大家表示淡定，不仅没有吐槽，还发来了一些科普小贴士。譬如这位网友说，我奶奶说话说半句会烂舌头的。我认真的反驳了奶奶，迷信不提倡，我们要相信科学。那位号称推动人类科技进步的乔布斯看到没有？他1年半推出一部 iPhone， 总吊人胃口，后来他就死了。对于网友的祝福，记者专门致电了编剧汪远和导演磊正，据说电话至今无法接通。不过作为内部人员，我还是联系到了他们。他们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为了防止被当街拍砖，他们呼吁媒体保护幕后人员的隐私。如果媒体非要公开他们的写真的话，一定要打马赛克。Sorry， 我差点忘了。不用担心，《爱情公寓》第4季还有满满2集的惊喜等着大家。而且为了弥补大家的心灵创伤，主创们知耻而后勇，殚精竭虑，披星戴月，立志用最后2集90分钟将传说中的《爱情公寓》大电影提前免费奉送给大家。据说邀请了大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担任监制，还有日本人气偶像木村拓哉将出演关谷的表哥。另外听说威尔史密斯对小黑这个角色也很感兴趣。可是拍摄中，卡梅隆坚持要将男演员的脸涂成蓝色，将《爱情公寓》作为《阿凡达》的姐妹篇推出。导演韦正认为缺乏创意，最后协商决定涂成绿的。然后忍者神龟版权方抗议说咱们涉嫌侵权。日本方面，木村拓哉没有档期，于是推荐他的表哥木村躲债饰演关谷的大表哥。我方觉得貌似差不多，可是对方因为躲债
至今未能找到。至于威尔史密斯，他的确会演，并且特意做了美容，还苦练了中文。但编剧汪源表示，小黑在大电影里依旧不需要露脸，也没有台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别着急，虽然电影的命运多舛，幸好我们准备了 Plan B。一台精彩绝伦的歌舞剧，让《爱情公寓》真正的大结局在舞台上和大家零距离接触。百老汇的阵仗，宝莱坞的舞美，全场齐嗨的 live 氛围。你有亲眼目睹过子乔、小贤对标街舞吗？你有亲耳聆听过美嘉悠悠的 High C 高音吗？没错，我也没见过。因为据我了解，他们完全不会。所以正式演出还需要一点排练时间，大家稍安勿躁。经过大家反复协商，最后终于达成一致。艺术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既然电影搞不了，电视又拍完了，歌舞剧还差好几口气，这不还有广播吗？稍微做一丢丢减法，相信大家是不会在意这些细节的。就这样，广播节目《爱情公寓》正式接过接力棒。请一定要相信我，作为专业的电台主播，不需要任何艺术加工，这期节目一样很精彩。因为《爱情公寓》报复社会，回报社会的一片赤诚，天地可见。Ladies and 乡亲们，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请《爱情公寓》住户们胡一菲、吕子乔、陈美嘉、唐悠悠、关谷神奇、张伟、曾小贤登场。条件有限，而且制片都回家过年了，所以我们只能把有限的经费交给了道具组。哎，怎么还有个奇怪的东西混进来？硬件不重要，关键是软件。为了配合这次广播的电视转播，我特地做了一个精美的 PPT。不要小看 PPT 哦，前段时间有人做了个 PPT 投放到电影院，还拿了好几亿的票房呢。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草率已经不是一个单纯贬义词了，而是一种后现代主义大道至简、大象无形、大爱无疆的集中表现，更是亚文化变身流行文化、挑战传统文化的历史趋势。什么？听不懂？看看咱们的片名就知道了。各位，看出主创们的良苦用心和背后的深刻内涵了没有？没错，我也没看出来。我承认。其实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草率，看看人家让子弹飞多有诗意，再看看人家生活大爆炸多么有气势，再看看人家喜羊羊与灰太狼多么有童真，再看看咱们，分明一个楼盘广告啊，有木有？叫爱情买卖也比这个强是不是？我说主创们，敢不敢更草率一点啊？答案是肯定的，还有更草率的。张伟，继中国电视剧史上最草率的片名诞生后，最草率的主角名字也问世了。不愧是草率孕育的妖孽，草率怪。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有29万人叫张伟，好强的代入感啊！你们这么做就是为了博共鸣吗？博共鸣也就算了，可你们设置这样的身世是闹哪样啊？博同情吗？这是张伟，我从小是个孤儿，没有家产，也没有背景，还真不是什么名流，我就是个人流。探亲探亲，探着探着就亲了。不要提了，往事不堪回首。除了身世，张伟的生活也充满了坎坷。请问，这个用英文怎么说？For。恭喜你，张伟，英文你都答对了。那请问，这个用英文怎么说？这个。淡定，你要是这题再答错，就刚好欠你飞2000块。宣布正确答案，这个是 wonderful。放弃吧，年轻人，有些事情你不服不行。让我再来一轮，我可以的，我一定可以实现这华丽的逆转。有什么可以赌啊？
我可是要现金支付的。老谈钱多没文化，我们可以赌一点清新脱俗的。比如说，你的7只袜子。我还有一样东西，我房间的使用权。我要你房间干嘛？一菲，我拿什么跟你赌？不是看你要什么，而是看我有什么。快睡。张伟，你真的是帅呆了。一菲，你从来没跟我说他们会给我寄这么一套衣服。你确定这是伴娘装吗？我怎么觉得像是寿衣啊？这个“伴”字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从清朝流传下来的，不过人家一般会写一个兵或者死字。觉得我现在一定像白痴。像这个字用的不是很准确。哎，你觉得衣服不合身吗？他现在已经觉得自己不适合在地球生活了。张伟，我也搞不清楚你为什么要去参加前未婚妻的婚礼啊？因为他答应人家了。是你替我答应的。差不多啦。不过你答应过我，你已经放下了，而且你会面对最后的考验的。他以前还答应过别人要去拜堂的。你们俩少在这放屁！张伟马上就要赢了，你们就等着输钱吧。就算输了，能看到这么劲爆的时装表演，也算值回票价了。我觉着也就是稍微大了一点，回头我让小丽找个师傅帮你改一下。能不能不贴这个字儿？我觉得挺好的呀，都不许笑了，有什么好笑的？很好笑吗？你们想的事情这么热闹。50块，100，500。你这是干什么？没有字幕，你看起来不累吗？居然还会追这么短的剧。不过我喜欢的女星一般都没有好下场。你都看了，这个你都判了几年？那你念给我听。不介意我抽支烟吧？哎，哪个人身材好？除了生活，他的体质也很特殊。你随身带着小龙虾干嘛？我吃的不是龙虾，是胜利的回报。有毒！我以后每个礼拜都送免费的小龙虾给你们吃。你还想害我？我说这个还给我！我说这个还给我！天涯香肠嘴，相煎何太急。所谓人间不拆，身残志坚。对于事业，他还是充满着希望。最励志的律政先锋，法与律的捍卫者。不过，这个律师貌似混的还不如一个法师。小弟出道一共打过3起官司，第一个是死刑，我做无罪辩护，我死狗哎，可惜败诉。第二个起诉有期徒刑，我做减刑辩护，这个靠谱，可惜也败诉了。第3个案子，原告要求我方赔款200万，又败诉了，这个没败诉。在我的据理力争之下，法院初审了，罚款全免了，改判我方20年有期徒刑。当然，人间自有真情在，张伟也有人爱，比如。啊！太棒了，太棒了，耶！关谷君，你真厉害！喂，
你真是个小天才。是你教的好，不，是你冰雪聪明。我们再钓一个吧，没问题。记住他吧，张益达。生活就像新闻联播，不是换台就能逃避得了。你应该像张伟一样，直面生活，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和张伟比起来，你的倒霉或许真的不算什么。对于这一点，曾小贤坚信不疑。所以，作为《爱情公寓》最贱的男人，这种信念支撑着他恬不知耻的活到了现在。曾小贤，《爱情公寓》下属业主委员会副主席，无人问津的深夜节目主持人，在我见过的人里，他是最自恋他是最分裂的。不行，这个妇女需要帮助，但是这次直播对我非常重要。不行，孕妇需要马上送往医院。在野外生个孩子有什么大不了的？你看人家日本人都是在野外生的，要不然怎么取名叫田中井上松下 ？It's my precious。他是最变态的。当然，曾小贤也是有优点的，比如不挑食。这是我今天要给你的报告，里面写着我对节目的抗议，你看着办吧。我答应，听众也不答应，听众答应，天理也不答应。不卑不亢，男人本色。曾小贤，Lisa， 你来了。Lisa， 你耍啥不去 ？Lisa， 你呲牙。我不说了。找我有事吗？请示是请示。哼，别请示呀！你不是说让我看着办吗？啊？哟，报告都打好了。哎，不是 Lisa， 这个是网上的一些粉丝的一点小意见，我把它整理一下，好向您汇报嘛。我比较关心你的想法。我你知道的，我这个人从来就没有想法。你建议。哼，报告倒是写的不卑不亢，男人本色呀。啊？好，事已至此，看来我不签不行了。拿笔来。真的 ，Lisa， 我就知道你不会辜负我们这些基层员工的信任的。既然你觉得和诺兰没有办法合作，那我就成全你。楼下锅炉房缺一个保安，明天你就去那儿吧。
你误会了，Lisa，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诺兰加入我们组非常有必要。就算个别人有意见，但也是一些不识大体的猥琐的小人，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这个人太有分寸。哟，看来是我误会了。不过这报告字儿都签了，怎么办呢？没问题，您就当没看过这份报告。万一以后被某些猥琐小人又找出来，说我这个主管不管不问，那该怎么办？不会，绝对不会。好，有你在，我就放心了。他的专业素养也不错。我羊水破了，我要肾了！哎，大姐，我们这是直播，别开玩笑，哎，别拍了，你过来帮忙啊！你别吹了，让开！今天的节目总的来说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虽然有一丝小小的意外啊，但是还可以。最后，我只能说一句：世界是80后的，也是90后的，但最终还是属于脸皮厚的。当然，在现如今，连 IE 浏览器都有种厚着脸皮弹出窗口问你要不要把它设置成默认浏览器的年代，脸皮厚真的变成时尚了。不过脸皮厚也要分对象，如果你的对象是胡一菲，那你就得小心了。女博士会忍术，性格火爆，会换灯泡，会装电脑系统，会修抽水马桶。衣服的闪光点很多，但是都被一个巨大的闪光点掩盖了。这个闪光点叫无敌。我干了！哦，戴老师！好姑娘胡一菲很好的实现了新版3从4德。所谓3从，从不温柔，从不体贴，从不讲理；所谓4德，惹不得，打不得，骂不得，说不得。你身边有这样的姑娘吗？有的话，请尊敬她，更要珍惜她，不要因为她看起来像女汉子就把她当男人用，因为她也有鲜为人知的一面。胡一菲。
子心中都有柔情的侧面，只留给他最喜欢的人。万年咸菜曾小贤就是胡一菲心中那一抹放不下、说不出的柔情。他们俩用整整80多集的剧情告诉我们，韩剧不是世界上最拖、最慢、最虐的，还有一种更复杂的感情，叫贤妃。我的外卖来了。啊，还不是我的外卖。胡一菲同志，我有话想跟你说。快点说，没看我这正忙着呢吗？我想新郎委派我来当主持人。我想新娘委派我来当这次婚礼的总导演，是希望我来掌控现场的所有事情，包括主持人。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对你有好感，也许是上次吻你，也许更早。一菲，谢谢你的赞炒饭。一菲啊，明天晚上如果你能来，心里会比较踏实。曾小贤有没有喜欢的女孩子？没有，绝对没有。陆兰，陆兰，你没事吧？啊？从今天开始，你绝交。圣诞快乐！许愿，一菲，快点许愿啊！快！圣诞老人，我想许个愿，我要找的男人，要么比我聪明，要么比我强壮，否则他凭什么征服我？有位00后的朋友曾经说过，天底下最虐心的事儿就是开家长会的时候，未来的丈母娘就坐你对面，你却只能喊一声阿姨。这位小朋友，和贤妃一比，你这点委屈不算什么。当然了，除了情感话题，《爱情公寓》还有很多要弘扬的励志正能量。来看这位漫画家关谷神奇。关谷人如其名，神奇之处很多。所谓技多不压身，漫画比他画得好的，中文未必有他好；中文比他好的，料理肯定没他做得好。就算你漫画、中文、料理都比他好，你切腹的本事肯定没他好。关谷神奇最大的特点，当然是一口口音怪怪的中文。我宁可切腹自尽，切腹自尽！我要切腹自尽，切腹自尽！我分分钟切腹给你看，信不信我分分钟？你看关谷，每次说要切腹，哪次动过手？关先生是第一次到中国哦，我不姓关，关谷是我的姓，我叫关谷神奇。啊。我对你们日本文化很是了解呀。哦，是这样子，我在网上订了爱森公寓3203房。爱情公寓？是爱森公寓。爱情公寓没错呀。这个字念情。在中文里这个字怎么念吗？哎呀，中国有很多多音字嘛，你的中文还有待提高啊。爱情公寓，你走的没错，就是这儿。以前听说你们中国人很谦虚，可现在发觉好像不是这样的。为什么？每天在路上看你们到处都写着中国很行，中国人民很行，中国农业很行，中国工商很行，广东发展很行。我知道你们现在很多方面都很行，但也不用写的到处都是。今天先生要我们找一个成语造句，形容一个人很开心的样子。那你说了什么呢？含笑九泉。聚拢聚拢你茶两年，永永远远的茶两年，你茶两年，你茶两年。等等，巨龙跟谁比会永远差2年啊？我不信蝗虫，我不信蜈蚣，我只要见个地，我没个爱情。大姨妈提前来
看我了，我现在腰很酸，肚子很难受。哦，梅佳，你大姨妈对你真好啊！要不今天她睡我房间，我睡沙发。关谷，你说的大姨妈和他说的不是一码事儿。哦，梅佳有很多大姨妈吗？你外婆真的是，我只有一个，但是我有3个小舅妈。你这叫本末倒置。什么？哪来的本末？是本末倒置。1个3，1个5。是。吃什么？这张牌我吃了。啊！你们看我手里的牌。2个 A， 1个2，1个8，怎么了？有了这张5，它就凑成了12581。12581，怕了吧？12581，一按我帮你。帮你什么？我有一次自摸的机会啊。我去给你们倒杯咖啡。自摸？对呀，来，你们每人给我抽一张。喂，你干嘛？我可以摸你一张。我干嘛给你？哦，すごい，一张是。看这次。这次有什么？1张10，1张1，10月1号什么日子？国庆啊。对呀，所以你们要休息7天，我可以掏7张牌。冬眠卡。哇，周老师你真聪明，其实效果差不多的啦。那为什么你能出牌？我是日本人，日本人国庆节不是那一天，所以我不能休息，要继续工作，所以我可以出牌，你们不能出。关谷的漫画事业在中国生根开花，虽然几经波折，但不得不说，日本动漫的希望还是在中国。关谷在中国收获了事业，收获了朋友，更重要的是收获了自己一生的真爱——唐悠悠。唐悠悠是中国演艺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当然，它升起的速度非常慢，时速肯定不到70码，以至于在中国演艺界上升了10年，大家还是根本没有看到它。唐悠悠最大的闪光点，你也是学不来的，那就是江湖失传多年的绝学——唐氏表演法则 ，Show Time。10年前的那天，我头一回来到了剧组，在剧组里扮演了一具尸体。10年来，我一路坎坷，9死1生，扮演的每一个角色都活不过5分钟。去拍张照片，我们要把它做成遗像。这演的是哪一出啊？他让雷哥给他加了一场自杀的戏，据说他特别擅长。保持光彩肌肤，每天我都在努力，不仅要对抗肌肤疲劳，还要对抗蚊子叮咬。全新龙虎牌万精油含 Professional A， 减少疲劳 ；Fiber Elasto 去除小包，恢复紧致，短短7天，肌肤焕发光彩。全新龙虎牌万精油，你值得拥有。唐氏表演法则第1条：不要把话语权让给你的对手，戏是抢来的。奥奶奶，你身教肉桂来抱孩子这种粗活，还是交给我们下人来做哟。他是谁？他是悠悠，这是我是关谷先生家的保姆，兼奶妈。奶妈？这么年轻？哎，别看我年轻，我干这一行那可是有年头了哟。悠悠，你这肚子什么情况？哎呀，被你们看出来了。不瞒你说，其实我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可恨我们家那口子整天只知道喝老酒、打麻将，我没得办法，只好出来打2份工啊。白天做保姆，晚上还要帮人织毛衣。我知道你是伟大的保姆。哦，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我是上司公司。我知道，我只能跟你聊天了，我们进去吧。唐氏表演法则第2条：永远别让观众猜到剧情的发展。哎呀，有什么不好意思啊？很简单的嘞。喏，
条，给故事营造一个丰满的背景，最好涉及2代人的恩怨。你刚刚偷情的那个保姆不是别人，正是你失散多年的亲妹妹。妈呀，家门不幸啊！这就是传说中的唐式表演。我们只推荐心理承受能力够强的观众观看。如果你晕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一段放松操之后，马上回来。和贤妃比起来，关谷悠悠的感情就顺利多了。两人的关系像开了外挂一样一路狂飙，人家还没表白呢，他们倒快结婚了。这样发展下去，第5季有孩子了，第6季发现孩子不是关谷的，第7季孩子长大发现自己有超能力，第8季，sorry， 这只是我个人对剧情的猜想。不过我认为，对于这对神奇的小两口来说，一切皆有可能。这种感觉就像老漫画里的情节一样，一个水手看见了甲板上的姑娘，然后转身跟他的同伴说：“嘿，你瞧见那个姑娘没有？总有一天，我要把她娶回来。放开钱，我买的。真好。悠悠，宽宽， You jump， I jump。我爱你更深，当然颜色也要比你深。凭什么呀？明明是我爱你比你爱我深，爱死你现在的样子了，东亚小醋王。你说话有口音也挺好的呀，可能就是有人喜欢也说不一定啊。你是我见过最赞的演员。你个傻瓜熊！我要走了，你的世界已经有了悠悠，再见了。马里奥，混蛋！哎呀，快点啊，比赛开始了。有时间去玩钻戒，我觉得这个可以。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你再说一遍。我愿意。亲爱的，这场星战的大戏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可这只有绿背，太草率了。哎，去哪里搞什么飞船嘛？小黑说了，我们先拍，到时候可以用背景合成上去的。安啦，据说那部《决战紫禁之巅》就是在这拍的。哎，一菲，你不是演我对手吗？要在脸上涂那么厚的油彩，我果断把这个光荣的使命交给张伟了。怎么样，帅吧？这2根日光灯管哪儿来的？科幻片太麻烦了，我们就重剪了。等一下你也会有一根。我先说一下戏啊，等一下你果断掏出剑跟大司魔决斗。这玩意儿这么脆，怎么打呀？要不该我空手接白刃？拜托，这是激光剑，怎么接啊？那怎么显示我武艺高超呢？啊，这绝地武是会用原力的，精神力量，隔山打牛，明白吗？张伟到时候配合一下。Action！ 呀！呵，好，好，好，后语，哈，好，好，呀打，那呀呀呀呀！哇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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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稍微打一下，否则太假了。呀！好，打，呀！嘿，我刺，呀，我闪！原力，原力，那不，哦，我的妈呀！严方太极拳啊！可以了，大司魔可以逃了。
决定是乘胜追击。哦，带哪里跑？导演过不去啊！你把他赎回来不就好了吗？斜过来，斜着过得去。还是不行。我真服了你了，你这样不就能过来了吗？哎，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哎，我进来了，我又出去了。哎，导演你怎么了？你们的原力太强大了，他中招了。わっしゃ愛で空が落ちてくるわっしゃ俺の胸に落ちてくる熱い心鎖でつないでも今は無駄だよ邪魔するやつは指先一つで連鎖我就这样唱起来，唱着我们的笑，碰一碰那酒杯，忘记把为什么